战士了！非得装死人进城啊？活人进城要人头税，凭什么？没听说这座城发生疫症或是危难，到底怎么回事啊？颈部没断裂，脸部呈青紫色，结合这个裂痕角度来看，气管压迫窒息而死。这人是自杀的。那具是割腕死的，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么多人同时自杀？和刚才那个一样，都是自杀。这个标志什么意思？是这里的死亡图腾。如果这家人全死了，他们便会在墙上画上这个符号。看来徐晨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糟糕。烧尸的味道。把他带回去。妈妈，妈妈！这帮总督府的走狗，早晚都要遭报应。是啊，真的是奇耻大辱的东西，怎么真是灭这个草芥呀！这你说这我看那芭蕾神就不正经，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人。大哥，我爹我娘都死光了，他们让我烧尸体，我不敢烧，他们就打我。我跟我兄弟刚从外地回来，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你给我们讲讲呗。前段时间有人给赫曼总督带了一个海滩上发现的巴莱神像，总督后来就慢慢变了，他开始让我们把所有其他的神像都给砸掉，说是他的那个巴莱神不喜欢，谁要敢供奉别的神，他就杀谁。那巴莱神像据说很邪门呐，我小姨子就在总督府里当佣人的，他说一到晚上啊，非常诡异，会说话的。可是这个巴莱神会说话，和杀我爹娘有什么关系啊？城里换了新神以后，总督就开始让所有人都去拜那个巴莱神，结果拜着拜着，就有人开始听到巴莱神的说话声，那声音啊，让他们都去找一个奇怪的洞穴，好多人认为那是神的感召，都跑去找那个洞穴去了。还有些人受不了那个声音就疯了，疯了的人到最后撑不住就自杀了。总督说那些人都是背叛者，要活活烧死，尸体要焚烧干净。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孙大山，没听到了。看来这个巴莱神不是我炸掉的那个，感觉好像是他兄弟。肯定不止一个，我们不就看到好几个了吗？怎么着？上到瞧瞧，这赫曼总督好像着什么道了。咱们渡苍生于水火。我怎么听着你跟这个赫曼总督很熟啊？5分熟吧。这赫曼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之前跟他有点私人恩怨。是啊，你跟门口的狗都有什么私人恩怨？私人恩怨是你的个人爱好。你可别这么说，我这是国仇家恨。夏仔，最近我新学了几个造型，你看看，哪个你喜欢？给我10分钟。最近我查案子的时候听到一个丑闻，这赫曼总督啊，喜欢华人女孩。试试看。
你做的真像。差点忘了。师傅教给我们很多技艺，但这人皮面具还是你画的最好。必须的。Hey,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erman's arrangement. Don't ask too much. Well, as you look a bit buff. Why don't you come inside with me and let the governor explain to you himself? Step aside, please. 一会儿分头行动。Come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My Excellency, today's goods delivery. Who asked you to deliver this? Get out. Then I'll take away. Wait. Leave her and go. Okay.总督让我去供奉八来神，请问，八来神的屋子在哪儿？跟我来吧。就是这儿了，你自己进去吧，我就不进去了。
So, what's your name? I like Mama who's feisty. I ask you answer. If it's incorrect, you will die. What did the Paladin statue tell you to do? He is forcing me to find some mysterious cave. Is it under a sulfur lake? Yeah, a creepy place. About a bunch of people there. And a lot of dead. Ah! Next question. Who gave the Balinese statue to you? This Chinese person is an officer. This or no? This or no? What happened to the Oriental girls you brought here before? I let them go. How did they die? They just couldn't, take it. And the next thing is...没想到你还能说话，真是小瞧你了。哦，对了，你的兄弟已经被我埋在那个洞底了，你就是下一个。那你有没有想过周围的人？你是爽了，周围的人怎么办？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强的，总有人接不住的。不能把你揣走，但是也不能把你留在这儿祸害别人。现在我怎么做？我在这儿把你解决掉不就行了？怎么换回来了？一会儿出去没准还用得上呢。那下次交给你。怎么回事？我完成我的工作了。我是说他是怎么回事？他的父母被邪神蛊惑，他成了孤儿，然后被赫曼直接派人抓来。如果我今天不来，他就遇害了。找到邪神了吗？找到了。他供奉的也是那种巴莱的邪神，只不过跟岩沼地底下的那个不是同一个。谨慎起见，把他就地消灭，免得他以后再出来祸害人。我把窗户都堵死了，一把火把神像给烧了。你从赫曼那查到了什么？这个邪神像是一个军官给他的，现在所有的线索都和军方有关。着火了！救快来我！你究竟干了什么？我只不过是超额完成了这
more water! Come on! Hurry up! 我没事吧？没事，别怕。多开心啊！赫曼死了，邪神没了，无辜的百姓终于自由了，我们的使命完成了，阻止了这场灾难。我承认这个火烧这么大，我确实没想到下次改正。但我们是最后出来的，我看了，没伤及无辜。那这位同学，你可否回答一下，为什么不等邪神烧完了再走？如此火势啊，你又要怎么解释？夏老师，这个我实在没想到，你说一个石头房子也能烧成这样。对不起啊，我下次注意，注意。你呀，什么事情都完成了99%，就差这最后一下。哎，你看，小了，你看没事了。行了，别那么追求这些完美，你留一点点进步的空间嘛。晚上吃什么？我去吃烧鸡，你不准吃，你在这儿给我忏悔。别啊，我事儿办成了99%，我烧鸡也吃99%，你留1%惩罚我喂狗行不行？但是我报告还得如实写。咱们的任务完成了呀，是吧？就可以转正了。还有很多谜团没解呢，怎么解案啊？有什么秘方啊？赫曼总督死了，邪神像烧了，血船危机解除了，这等人可以正常生活。至于那个邪神，南洋本来就什么古怪事都有可能发生，要不你就写南洋太热，晒癔症了。看什么呢？问你呢。师傅，师傅，你怎么来南阳了？来看我们呀？这什么意思啊？这么久不见，你本事见长啊！总督府都敢烧了。我是为了查呀，我是为了拯救苍生啊！张海霞可以作证。师傅，查案是真的，但是拯救苍生我是头一回听说。张海霞，你是师兄，没有看好他一样要罚。上来烤鱼。是。不是，为什么他就考虑我要在这儿？溺毙！为什么他上去烤鱼，我却要在这溺毙啊？那我问你，当初我把你捡回来的时候，跟你说过什么？鬼才记得。那你做鬼去吧。干嘛？你也要去陪他吗？我想起来了，
你让我克服本相。张海龙，你要记住这句话。还有，恭喜你们，转正了。啊，转正了。你们也算是完成任务了，可以转正了。剩下的我会交给其他人继续查，近期会有更紧急的案子交给你们。哎，那个案子不用查了。师傅说转正就转正，哪那么多话？去，再帮我打点酒，庆祝一下你们正式入职档案馆。今天开心，我要南洋的霹雳珍珠酒。用了老得快。还有你，不关我的事儿，师傅。张海龙，站那儿！两个臭小子！你们现在转正了，更要遵守档案馆的规矩。第一，档案馆是绝密机构，对外你们是海事督办府的督办员。第二，你们的职责也包括协助政府抓捕一些危险的特殊罪犯。第三，你们两个人有分歧的时候，听海峡的。7年，他们扫平了作恶的匪盗，守护了南洋的安宁。张海楼因其这项任务时手段激烈，成为了盗匪闻风丧胆、平民崇敬的海上瘟神。冷静沉着的张海峡，因其算无一策的出色能力而频传捷报，备受重用。而他们不知道的是，邪神案背后的势力仍在布局，一个改变他们命运的案件正在发生——盘花海礁案。老天爷保佑，我们此次出海平安无事。老天爷保佑，我们此次出海平安无事啊！老天爷保佑，我们此次出海平安无事。老天爷保佑，我们此次出海平安无事。大兵，起雾了！大兵，起大雾了！大兵，快来啊！怎么了？好像有人呢！胡说八道，这远海怎么可能有人？你看看，是不是？老天爷保佑啊！我们只是来讨口饭吃的，请你高抬贵手。大兵，快走，走！大兵，大兵，大兵！
这，我是去报案的。这是什么地方？现在你又把我烟藏哪儿了？你把烟藏哪儿了？好，知道了。陈礼彪，上头送来报案的，说是在盘花海礁遇到鬼了。盘花海礁，不是很久都没有船经过了吗？是啊，最近盘花海礁一直闹水鬼的传闻，很多船是不肯走了，但还是有胆子大的，想打捞沉船发财的主意。这个月类似的报案已经有7起了，之前的都口说无凭，就这个是有尸体的。你怎么不听啊？死者是谁？展开说说。我们在盘花海礁见鬼了，大兵就是让水鬼杀的。是盐巴，这人肚子里塞满了盐巴。我第一次见有人用阉人的方式把人杀死。咱们去瞧瞧，把尸体抬下去，保管好，备好船，明天天亮出发去盘花海礁。慢一点啊！哎，你别走啊！你得带路呢。不，我不去。长官，我求求你，长官，我不敢去。等等。外边等我。这事儿你怎么看？尸体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很蹊跷。这片海域消失了一艘大型客轮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关于这个水鬼也一直是捕风捉影，但是从来没有过证据。现在有一具尸体，而且还有目击证人。我觉得这个礁石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孤岛之上，四周海水茫茫，我们就算有绝技，也没个屁用。确实有点麻烦。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不去查，直接上报总部？然后呢？然后我们就开个小店，赚点小钱，了此三生呗。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一个盐沼地底下查过一个邪神案？就是我们去霸龙洲第一个案子。不记得。在那个邪神赌厅下面有个快死了的师爷，也是我们的同僚，还跟我们说，如果在档案馆碰到跟礁石有关的案子，千万不要去查，因为会死的。是吗？他说过让我们不要去？说过。可那些死掉的船可怎么办？我偏要去。哎，好了好了，这样，你做决定。你说去就去，你说不去就不去，我听你的。我没有办法替你做决定啊。那就去一下。如果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你说撤我们就撤，好不好？都听你的。行吧，你说的啊，听我的。当然了。夏仔，你说咱们就照着这个方向一直开，能开到下城吗？那你站错位置了，下城在那边呢。别冲了。
烟味会影响我的判断的。活来货，这很贵的。咱们什么时候这么发达了？鬼呢？实不相瞒，我上次见到是在那个大雾里面，这雾气一散，都没了。什么时候起雾？一般是太阳落山之前，那个风就停了，这个雾啊就慢慢的就上来了，一直会持续到半夜。这风再起的时候，就会把整个雾都吹散了。我就在那个时候见着的水鬼。快日落了，走吧。你给我们把那酒跟灯拿过来，然后你就随意吧。但是我发信号之后半炷香的时间，如果你到不了的话，巴兰你就不用混了。这里有奇怪的东西，不像是自然形成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大量剐蹭出来的。哎，起雾了。瞎仔，起雾了，咱们最好统一行动。瞎仔，你在吗？在。你怎么看？全是尸臭味，看样子确实不是活人。咱们要不先集个合什么的？害怕了？你能不能别跟我杠？腌过的？难道这些年来，有人一直在腌人玩？陈立彪，糟了！瞎仔，陈立彪死了！
下台。没事吧？断后路这种事情啊，只有人能干得出来。既然不是闹鬼，这附近就肯定还有船。现在的情况是，他们想吓唬我们，让我们把闹鬼的事情传出去，所以我们肯定能离开这儿。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冷静一点。全部人给我出来！我是南洋海事督办张海岩，你们在这装神弄鬼，我要把你们全部查办。3分钟之内，如果你们投降，直办投办；3分钟之后，全部就地正法。胡说八道呢？3分钟还没到啊！我说的话你也信？赶紧趁他们没反应过来唬他们呀！这些像是那些船上失踪的乘客，现在全部都变成了腊肉。有血，重吗？果然是人啊！唉，真没意思。最近南洋处理的古怪事，全都是人搞的鬼。大概这世上会搞鬼的也只有人吧。搞什么？海风来了，不要散了。哎，你说他们这装神弄鬼还蛮良心的啊。都是障眼法啊。雾一散，那些尸体搜一下也都不见了，神乎其技啊！这么短的时间，他们能把人和尸体藏哪儿去？小南，通过这个血，你能不能推断出他们的位置？血不是特别好的气味标物，传播距离不够远。海风太大，气味很快消散。嗯，但是有个东西应该可以。这些都被人踩过了，但我在里边放了沉香，这玩意儿穿透力强，感受一下。来，闻一下。闻不出来，你嘴巴里烟酒味太重，离我远点。
人在海上。你是说有人把那些尸体迅速的运回了船上，并离开了礁石？什么船这么快？可能不是船，是什么别的东西。想知道？去看看。这么大个的船，这不是1年前消失的客轮吗？当时有200多名乘客一块消失了，是他吧？看来这1年在台湾海峡失踪的船只，都被藏在这儿了。什么人干的？目的是什么？不管怎么样，肯定是个大案。走。礁石上那2个人。其中一个人说自己是海事督办府的，看起来不像是海事的人呢，嘴里还能吐刀片，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不管什么派，咱们都不放在眼里。怎么又是军阀呀？看这些士兵，肩杆的都是德纳西造的毛瑟步枪，还有那个领头的别了把鲁格，都是咱摸都摸不着的东西。这个士兵等级非常高。再看这个铁索连环十分合理，这船上的岗哨分布也非常的清晰严密。而且这些哨兵没有半丝懈怠，这背后的人不简单啊！长大了，会分析了。以前都是用我来分析的。那我说出来也比你帅。走吧，上去看看，这么大手笔到底在搞什么？什么情况？长官，一只灯坏了，赶紧去检查。好的，长官。继续保持戒备。是。快点！这些军阀搞这么大阵仗，就是为了在礁石上挖洞。你闻到什么了？在那个洞里，有一股很奇怪的味道。原来这些水鬼是这么来的。看来这些就是之前失踪的船客。那要是这么说的话，他们在这挖了很长时间了。这礁石里到底有什么东西？赶紧下去，继续挖。下面浓度更高了，已经死了好几个了。我们下去也会死的，不要再逼我们下去了。下去看看，顺便解决掉几个。他们人多枪多，就算解决了这几个，也救不了所有人。得先搞清楚下面是什么。抓个人过来问问。上来的时候，我闻到船舱有人生活过的味道，里面有人。你闻到什么怪味道了？腌肉味。怎么回事？什么情况？灯怎么又灭了？他们最多1分钟就会发现。1分钟还不够吗？
师兄在这搞什么鬼啊？装神弄鬼。看到尸体上的丝线了吗？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些军阀就是靠拉动这些铁丝，才能让尸体快速出现在礁石边，然后再快速消失。怎么实现呢？类似生帆原理。他们先借助雾气让船只靠近礁石，然后再制作一个类似于拱顶的装置，拉动绳索让尸体快速出现，然后再拉动绳索让尸体快速消失。就如同生帆一样。还是你脑子转得快啊！不过这些士兵为什么要拿这些尸体搞鬼呢？味道很刺鼻，不知道什么药水。他在干什么？从盘花海礁到这里，按照我的判断，普通人是没有办法游过来的，除了张启山的人。快，所有人马上把武器准备好。如果真的是张启山的人，现在这么找是找不到的。今天我们必须。我送上你就死了。回答我的问题，我就给你封好。你们什么来历？什么人？礁石底下有什么？上面的士兵马上就会下来，你赶紧下总招支开他，给我们争取点时间。我知道礁石底下是什么了。你没进海之前，有人通过通海一道从波斯湾诸国运送了大量的奇珍异宝，一共67艘。这批船途经盘花海礁时，遇上风暴沉没了。你看礁石上那帮人的鬼样子，就知道他们不是来打捞什么沉船宝藏的。这礁石下面肯定有什么别的东西。他们是要炸开这个礁洞？炸了？炸开好啊！那咱们帮他一把，多搞点炸药，把控制室给炸。不太对劲，他们为什么迟迟没有炸开呢？是因为他们不敢炸开，觉得下面有危险。如果下面真有这么危险的东西，我们更得炸。你别忘了，这个船上可是有几百条枪和几百个人质，我们不搞点事情肯定是出不去的。从盘花海礁到这里，普通人是没有办法游过来的，除了张启山的人。快点想，做决定，没时间了。赌一把，冒险试试。你想开了？你之前不是总问我，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我现在告诉你，这件事情值得冒险，但是我也跟你说明白了，这只是在冒险，不准狂欢。放心，这么多年，我很克制的。已经开始上头了。副官，怎么会有枪手？知道了。刚才有人混进来，现在已经跑了。找人全船去搜。是。对了，现在情况怎么样？马上就要挖到那艘沉船的底舱了，现在加倍小心，怕那艘船里的东西出来。好，我考考你，如果担心里面的东西出来，你们应该做什么准备？
之前是让那些劳工们下去挖，我们只要遮住身上的皮肤，再佩戴上用药水浸润过的护具就没事了。这样难道还不够吗？这2年死的人，你一直都是这么处理的，还用盐封了起来。我们以为这样就足够了。告诉下面的人，今晚一定要挖通，加快速度。张启山的人已经来了。是。等等。你听说过一个叫张海岩的男人吗？属下不清楚。这么帅的男人你没听说过？此人隶属于南阳海事督办府下的南部档案馆，专门查南阳上的奇闻异事。此人乃赫赫有名的顶级高手，这你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他的外号叫海上瘟神。这个人是我一生的宿敌。我活在他的阴影下很久很久了。但我看现在情况危急，我得好好的跟你说道说道。属下知道了。但您刚才不是说那是张启山的人？这个张海岩比那个张启山棘手1000倍10000倍。我刚才没告诉你们，是怕你们听到吓得尿裤子。但是现在他已经混进来了，我们有天大的麻烦了。那副官的意思是？我100%的确定这个张海岩已经进来了。这个男人相当的危险，如果我们不把那个东西完成，不把它炸开，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得死在这儿。是。那我安排劳工们下去，反正他们已经都没救了，早晚都……出户！你们亲自去挖，让那些劳工滚远点。我只信任你们，知道吗？是。把门关上。我觉得我克制得很好。瞎子，你看有时候纪律太好也不是个好事。要是你刚才这么凶我早就踹你了。怎么会让这种伎俩得逞呢？当然，普通人也很难相信有人的脸皮能厚成这样。我承认我在这点上确实有点天赋啊。你刚才又上头了？反正是要炸的嘛，我不说的夸张点，他们能信吗？去看看有什么装备吧，我们也跟下去。毒草，形似蒲公英，接触后立刻死亡，或延宕片刻。张海楼，你最好收回你刚才的命令。怎么了？这个女孩是中毒而亡，盐和药水是用来消毒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劳工也是中这种毒暴毙而亡，所以才被盐淹起来的。怪不得刚才那个哥们儿说那些劳工没救了，中毒了。你看这份报告，毒是源自一种叫黄昏草的植物，如果皮肤触碰的话，轻则溃烂，然后致死；直接吸入，立刻暴毙。所以那些士兵才不停地杀人，然后再借船，继续让他们开采礁石。这么说，他们在那个沉船里挖出来的不是什么怪物，而是黄昏草。上头了！上头了！我是不是闯祸了？你说对了，横竖都是死，到了收拾残局的时候了。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我们就大干一场。黑困住了光，雾遮住了伤，命被绳索捆绑，梦
一片荒凉，寻难觅的踪，追爆裂的风，忆当初的美梦，有始无终。漫漫长夜点亮了灯，照亮走向彼岸的门，用力逆风而奔，以剑为盾，又何惧碎骨焚身？就算只身于绝处里流浪，也不愿放弃希望。就算满身的荆棘又何妨？再痛也一如既往。就算被困在暗涌里逞强，干尽了却留下狂。终于看见晴朗，乘风破浪，不负勇往。就算只身于绝处里流浪，也不愿放弃希望。就算满身的荆棘又何妨？再痛也一如既往。就算被困在暗涌里逞强，干尽了却留下光。终于看见晴朗，乘